大部分人估计对日本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刀剑不分，明明手里拿着刀，修习的武术却叫剑道，并且经常用剑代指刀。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聊聊日本在对待刀与剑这两种武器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以及用刀的剑道到底是因何而生。首先有一点需要确定的就是，日本人显然是知道刀与剑的区别的。实际上日本也存在中文中开两刃、有戟或有槽被称为剑的武器，比如早期古坟时代出土的各种铁剑，还有造型神似马来克力士剑的蛇形剑，就连他们镇国三神器之一的草剃剑，民间普遍认为长得是剑有剑样，只不过这些剑也都隶属于日本刀这一大类中。所以与其说日本人刀剑不分，不如说他们不分刀剑。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真的分不清，后者单纯是不打算区分，刻意混用。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我们一个一个说。历史原因就是日本的刀跟剑不清不楚的时间太长了。关于日本刀的起源，日本学者清永菊村认为，日本最早的诗集《万叶集》编于8世纪，其中的刀剑题材所咏的大多是高丽剑，而不是日本刀。他在自己的作品《刀剑全书》中指出，我国古代衣食住乃至工艺美术、百工之技术，皆由中国传来。刀剑既非本邦特有之器物，则其出之断刀皆为舶来品，乃任何人不能争论者。实际上，日本现在也现存不少出土的环头大刀，因为古坟时代武器陪葬风气正盛，跟着埋了不少当时的武器，这些环头大刀就带着非常明显的环手刀的影子。日本第33代天皇曾表示，要说太刀，那还得是据里的真锄。这句话里，据里指的是中国的吴地，真锄则是剑的意思。这话很明显是在说，当时最上级的刀剑还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货，所以日本早期刀剑主要依靠进口这件事，在日本国内也是比较受到认可的。普遍认为，日本本土的铁制刀剑是在公元7世纪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刀是从虾夷人的绝手刀发展而来的。虾夷人也就是现在说的阿伊努人，他们曾经是日本的原住民，而现代日本的主体民族大和族是公元前3世纪从朝鲜半岛迁移过来的弥生人，因此那个时代又称为弥生时代。以前人们认为他们就是秦始皇派出去求仙药的徐福带领的那一群人，因为带去了很多能工巧匠，所以日本人的手工产品都非常精致，听起来很有道理。再加上日本关西地区有很多据说是徐福活动的遗迹，然而现代基因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总之，技术上文化更为先进的大和人征服了虾夷人，并将他们驱逐，幕府最高官职里的征夷大将军，这个征夷指的就是征服虾夷人。就个人来说，觉得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算错，毕竟一件事物受到的影响可以来自好几个不同的方向。不过总归我们能看出来，日本刀是存在一个直男逐渐变弯的过程，这中间也出现过锋两刃造这种在刀与剑之间反复横跳，长得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设计。总归可能就是因为这漫长且模糊的演化史，给日本人养成了刀剑混用的习惯，也就产生了外国人看起来会感到非常混沌的场面。比如日本国宝圣德太子使用过的丙子交鳞剑和七星剑，这两把明明名字里是剑，在现代刀剑用里却归类为大刀，在造型上也是单面开刃的切刃造直刀。除了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文化层面的。要说日本人对于刀和剑的不同看法，其实看江户时代的特务头子一代大剑豪柳生宗具的兵法书就能看出来。柳生宗具是剑圣上泉信纲的徒孙，他写的兵法家传书跟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一起被称为进士武道书的两大巨峰。柳生宗具这本书里有2个章节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分别叫杀人刀与活人剑。这里的刀和剑其实都指日本刀，那么为什么杀人时称之为刀，活人时就称之为剑了呢？这2个看似禅意的词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语言学意义。因为日本早期的武器均由大陆输入，
这些武器中有剑也有刀。然而后来大陆发生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刀剑逆势。从汉代开始，以环手刀为主流的新兴刀类武器成为了主战武器，而以前主宰战场的剑则逐渐沦为礼器。而此时还在依靠进口输入武器的日本也经历了这个阶段。通过朝鲜输入日本的环手大刀，不光主宰了战场，还主宰了当时的陪葬武器。在此之前输入的双刃直身青铜剑或者铁剑，也像大陆一样逐渐变成了祭祀用的礼器，以及象征神圣的圣物。日本镇国之宝草剃剑就是这样。直到现在，在大部分日本人的认知中，草剃剑都应该是双刃直身、剑模剑样的造型。而这些进口的武器以及仿制的本土武器，在征服虾夷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还没有形成武士阶级的武士老爷，骑在进口的蒙古马背上，用环手刀从上到下凶狠地斩杀从未见过马匹的虾夷人。因此，日本中刀这个词最早和日本土著民族的鲜血是分不开的。日本人在接受了中国环手大刀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人兵者不祥之气的概念。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说过：“夫家兵者，不祥之气，物或物之。”因此，用于杀伐的刀在日本文化中也就成为了征伐杀戮的象征。而剑此时因为早已退化成神道祭祀和祈福驱魔辟邪的法器，反而成了神圣、正义、君子的象征。所以这种种原因叠加之下，我们会发现日本有不少神剑，比如传说中的三灵剑、天石握剑、不都御魂以及天丛云剑。虽然天丛云剑也有都木一之大刀的别名，但前面也提到了，现在普遍认为它是个剑的造型。不过虽然刀是杀戮的象征，多少显得有点不吉，但总不能因为这种理由就不用刀了。对此问题，中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提出了一个化煞的理论。传统风水理论认为，开刃的刀剑有煞气，需要验圣化解。相对的，日本人选择的方法就更加简单粗暴一些。在现在看来，甚至有点脑洞大开，我们直接把刀叫做剑不就好了？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兵法家传书行文流畅，文字优美，充满了哲理和禅意。其中杀人刀与活人剑的辩证充满了东方哲学的意味，将刀冠以剑之名以避其凶的做法也充满了语言学意义上的趣味。这也是日本人对于刀剑看法上以及刀剑混用这件事上的另一层理由。实际上，就算到了江户时代，也经常有管剑术叫刀术的情况出现。后来日本中选出了5把可以代表日本刀最高峰的作品，他们的统称却被叫做天下五剑。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因为这5把剑价值巨大，才会叫他们天下五剑，而非天下五刀吧。实际上，关于柳生宗具修行的剑道新阴流，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悬案。在大陆嘉靖年间，虽然没有鼻毛胡子连成一片的大叔在被处刑前大喊秘宝是存在的，但东亚还是进入了大海贼时代，倭寇开始不断袭扰中国沿海地区。1561年，戚继光在台州战役中歼灭了大量倭寇。在带队打扫战场时，他从一具倭寇尸体上找到了一本日本剑谱的残本，剑谱叫《影流之目录》，但内容画的却像动物世界。画上是2只猿猴，手里拿着武士刀，做出注释中提到的猿飞、太刀6只、猿回、虎龙、暗箭、山阴等攻防动作。这个命名的中二度一看就是日本人的手笔。而戚继光也是敢剪敢练，或许是因为跟倭寇交战了解了对方剑术的威力，他就以这个残本为基础，加入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最后写出了辛酉刀法，并被完整的收录在了武备志里。戚继光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无意捡到的这本书来自阴流祖师爱州弥香斋所做的阴流剑法图文。剑圣上泉信纲就是在他这儿学成后，独自开创了新阴流，并传给了柳生宗具的父亲柳生十州斋。戚继光捡到这本残卷的时候，弥香斋已经去世23年，阴流本家的传承也已经断绝。这个怀揣孤本剑谱死在异国的无名倭寇到底是谁，成了个永远的悬案。不过这事儿到这儿还不算完，真正巧合的是，后来战国结束，日本剑客小笠原长治在江户初期渡海来到中国，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搞到了辛酉刀法以及武备志。
根据时间推算，当时中国处在明末，他得到的很可能是天启年课本，又把这些书带回了日本，最后结合各种剑技，小笠原长治也开创了自己的流派。可能他寻思前辈的命名方式不是阴流就是新阴流，于是给自己的流派起名叫真新阴流。结果这套阴流剑法从日本北九州的山中出发，一路漂洋过海，来到浙江的台州战场上，在成为中日混血以后，又重新被带回来了日本。这一系列经历不拿来拍电视剧还真是可惜了。小笠原长治带回日本的武备制，在17世纪60、70年代时还得到了再版复刻的机会，又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剑术流派，尤其是对幕末剑道的出现和剑道器械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新有刀法最终成为苗刀技术的基础。据说至今郭氏一路的苗刀基本起势和构架还跟真心阴流非常相似。不过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刀真正作为主战武器，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后期的事情。在公元9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在中国的最后一个遣唐使归国，自此中日两国官方的海上通路断绝。后来10世纪崛起的契丹更是直接阻断了日本和中原之间通过朝鲜的贸易通路。再加上女真人和契丹人也尝试过渡海入侵日本，其中北九州遭到进攻的事情被称作刀一入寇。种种原因叠加之下，日本与大陆的交流以及文化和技术的输入全面断绝，给日本来了一波强行断奶。这让当时的日本彻底告别唐风时代，进入了和风时代。彻底告别其他文化影响后，日本刀剑的独立发展也开始加速，最终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锻造技术、刀剑文化以及剑术。此时著名的刀匠开始出现，比如博奢国安纲打造的名刀童子切安纲，一直流传到今天，被指定为国宝，并且被认为在天下武剑中也是数1数2的存在。然而虽然日本刀剑一副蓬勃发展的样子，后来12世纪末元赖朝开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象征着佩戴刀剑的武士阶级形成。然而刀剑在此时依然不是战场主宰，更多时候刀剑更像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就像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长兵器和弓箭才是战场主流。就算后来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在打仗的战国时代，刀剑直接造成的死伤也仅仅占了1成左右。真正拉了刀剑一手的人其实是跨海而来的蒙古人。蒙古人打来的时候，日本处在镰仓时代，此时打仗不是武士团体骑马射豹，就是双方带头武将在阵前玩一骑讨，剩下的士兵在周围当啦啦队加油。这种落后的战术，按照学者江上波夫的说法，是骑马民族征服王朝留下的古风。简单来说，这个说法认为大和朝廷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骑马民族，给本土的虾夷人来了一次降维打击。但是不管如何，用这种战争模式面对蒙古人还是太过于自信了。结果就是文勇之役初期，日本军被蒙古军狠狠地教做人，让他们亲身体验了一把东亚大陆残酷战争模式的快乐。蒙古人用的骑射弓虽然短小，但是射速快，等到穿着花哨大铠的武士叮叮当当单枪匹马地跑到阵前叫阵时，恐怕自家名号没报完就要被射成骰子了。好在第一次入侵最后靠神风相助，虽然损失惨重，但好歹也是抵挡住了进攻。等蒙古灭了南宋以后，再次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武士们已经大变样了。他们舍弃了原本的骑射战术，改进了原本的日本弓箭。当时的实质统治者闻名6玩家的好朋友北条时宗，甚至下令在日本沿海所有重要地区建起原寇防垒，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援军的战舰在到达日本近海时竟找不到登陆的地点，武士们就依托这些防御工事跟援军展开惨烈的海滩争夺战。战争持续了1个多月，援军损失惨重，但始终无法突破武士的防线。最终在第2次神风的加持下，几乎全军覆灭。这第2次蒙古袭来让日本人领会到了在混战中刀剑的价值，加速了剑术的发展，最后形成了念流、神道流、阴流和中条流4大流派。当时4次入侵后，蒙古人和汉人留下的记录表示，他们对于日本士兵最大的印象有3：
第一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像孔雀一样，这应该是指早期日本武士穿着的大铠过于浮夸。第二是手中武器异常锋利。第三是作战勇敢，不惧死亡，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得到了对手的高评价。而剑术经过此后战乱的洗礼，一路来到和平的江户时代。此时剑术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分水岭，对于和平年代来说，为了杀人而存在的剑术不再符合当时的时代，于是出现了往武术以及防身术方向发展的剑术，这便是近代剑道萌芽的时刻。其实这倒也体现了柳生新一流的超前之处。柳生新一流的极义之意就是无刀取，是一种接近非武装主义、无抵抗主义的思想，强调实用性的护身术。某种意义上，空手入白刃就算是无刀取的一种吧。在近代剑道诞生之前，剑术联系中就算是使用木刀，意外死伤事件依然是止不住的，甚至还有私人恩怨的武士在比试中故意痛下杀手。因此在江户时代末期逐渐发展出完整的剑术护具和4片式的竹刀，从而大大提高了适合的安全性。现代剑道的雏形出现了，从此剑术和剑道彻底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日语中，剑术和剑道其实是2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汇。一部分剑术流派仍然拒绝使用剑道器械以及护具，坚持使用木刀甚至真刀练习，这些流派一般被称作古流。当然了，练习古流的人也是不怕死，所以他们也几乎舍弃了使用真刀实战对练的练习，而选择利用护具和竹刀的流派，反而是更加偏重实战和竞技性。所以实际上，剑术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武艺，而日本剑道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最终在德川幕府倒台后，明治政府颁布废刀令，此时先进的火器也已经出现，冷兵器格斗技术也就被扫入了冷宫。废刀令一出，原本武士阶级的特征和特权被一并剥夺，中下层武士被迫沦为贩夫走卒，一身武艺全无所用。到了西南战争时期，双方都全面列装了步枪和火炮，进入了对射的年代。所以最后的武士里，阿汤哥跟武士们一起穿着基本被时代抛弃的铠甲，拿着武士刀向新军机枪阵地发起冲锋的做法，虽然非常帅气壮观，但已经是美国人纯粹的好莱坞式中二病催生出来的臆想场景了。所以说，对于日本刀来说，不分刀剑也属于日本刀剑文化中一种独特的色彩了。我们也没必要把中文的理解强加在别国文化上，比如在英语圈里，剑也好，军刀也好，往往只是一个翻译问题。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